据观察者网的消息称，近年来，美军为解决解放军反舰弹道导弹的威胁，大力开发可部署、可消耗的无人作战力量，为此开始研究分布式杀伤的作战能力。该能力旨在通过在前线大规模部署带传感器的无人节点侦察目标引导火力，以此确保驱逐舰、航母等高价值目标能够在解放军射程以外作战。在日前的一次测试中，在完全没有打开主动传感器的情况下，美海军约翰芬恩号驱逐舰通过前线无人舰艇的被动传感器传回的信号定位靶舰，然后使用标准6防空导弹击中了模拟敌方的舰船目标。据了解，美军当前研究传出来所谓的分布式杀伤概念，其目的很明确，就2个，即海上分散部署和攻坚防备能力。它以全新战术方式取代了传统战术，体现了美海军从海至陆向重回至海的作战理念的转变，是对传统阵型的最大调整，也是对水面舰艇反舰作战能力的最大提升。毫无疑问，美军现在之所以会着急转变思路，让新战术面世，无非是为解决台海问题想出的新招，意图用无人舰加标准6反舰的方式，想和我军打空前快。那我军是不是又可以跟着美军过河了呢？把美军新研究的分布式杀伤概念用在我军的作战理念里面。分析认为，虽然这一想法很好，但并不适用于我军。要知道，中国现在的根本是共同发展、求同存异，不主动使用武力。而美军此次战术的转变，简而言之就是将舰艇射程外的小型无人侦察机对目标进行侦察确认，然后对舰艇进行打击。假如对方也放出大量无人机呢，甚至比你还强的话，到最后只会演变为无人作战领域的军备竞赛。中国对这种东西向来都是不感冒的，而且这招对中国来说，防御都不用防御，根本不会起到作用，因为没有任何无人装置能够在3万艘民兵武装捕鱼船的感知下到达既定位置。美军现在之所以这么搞，主要是因为中国反舰导弹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美国海军新型水面舰艇编队和无人水面舰艇编队的发展。当我军的东风21或东风26反舰弹道导弹对准美军航母后，照纸面数据来看，美军基本是没法拦截的。也就是说，东风26能力太无解了，让美军不得不转换思路。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要被派往亚太地区，这一消息是于4月26日官宣的，一经公布，立刻就引发了一片吹捧声。西方媒体把这次英国的部署行为称为英国史上最强大航母首次海外部署。英国国防大臣也表示，航母起航后会让英国的旗帜在全球飘扬，彰显英国的力量和影响力。然而，就是一艘被西方媒体称为超级航母的伊丽莎白女王号，在业内人士看来，战斗力却不太行。如果单单只看纸面上相关伊丽莎白女王号的数据，它确实可以称得上是超级航母。单单说它的排水量就已经达到了6.5万吨，几乎等于之前英国无敌航母的3倍。且这艘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使用的设计也很特别，双舰岛的设计据称可以让运作效率提高一大截。且这艘航母一共可以搭载40多架 F-35B 舰载机，如果认真算下来，它在纸面上的能力应该就比美军的超级航母弱一点。但是这都只是理论上的能力，实际上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能力完全不足。这一方面是因为英国的军费不够，一方面是因为美国迟迟不向英国交付舰载机，导致英国这次声势浩大的出动航母，实际上连舰载机都没配全。伊丽莎白女王号确实可以搭载40多架舰载机，然而如果连舰载机都没有，那就是白说。这一次伊丽莎白女王号仅仅搭载了8艘舰载机，对于战斗力几乎全部体现在舰载机上的航母来说，这一次英国派出的伊丽莎白女王号相当于是在裸奔。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英国已经在考虑去向美海军陆战队借战机来撑场子了。然而即便舰载机的问题依靠着美军能够解决了，也依然存在其他问题。首次将伊丽莎白号向海外部署，就要让它进行长达7个月的远航，英国也是真的赶。要知道，这艘航母自从服役以来就出现了不少问题，多次漏水，被怀疑是最初的设计上出了问题，也一直没有明确解决掉问题。专家就分析认为，这一次英国航母能不能跑完全程，都已经是一个存疑的事情了。且这一次航母打击群配备的舰艇编队虽然掏空了英国家底，但是实际上也并不很靠谱。配备的2款舰艇，4、5型导弹驱逐舰在动力系统上频出问题，2、3型护卫舰也是故障不断，看着气势磅礴，其实内里都是虚的。巴西网友评论道：“今天的英国海军和以前相比，甚至还差得很远，已经落后于中国。如今英国行为已经成为一个真人秀，实际上只是马戏团里的小丑。”毫无疑问，5代战斗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即便歼20已经首飞了10年，也没有人敢说歼20已经达到了顶点。
中国在各类官方媒体上也是屡屡提及歼20未来的各种改进计划，比如发展推力更大的带2元矢量喷口的发动机，还有发展双座版本等等。而俄罗斯专家解释了中国空军为何需要双座版第5代战斗机。中国空军总结现代空战的经验时，非常重视电子战的运用。解放军空军在实战化模拟对抗中发现，能够携带大型电子对抗吊舱的重型歼1战斗机，远比轻型化的歼10更为有效。在中国空军的金头盔大赛中，往往金头盔得主也是电子战玩得好的，而并非飞行技术过硬的。而这一点是与两机本身的战斗力无关的。歼20作为中国最先进的战斗机，对于电子战的要求自然是最高的。但单座的配置很难让歼20的飞行员分出足够的精力完成过为复杂的电子战任务，这时候双座版的需求就显得必要了。毕竟歼20是一种隐身战机，无法外挂电子战吊舱。中国需要比单座歼20更强大的战斗机，双座版歼20将配备更多的新设备，后座的操作员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分析和对抗敌方的电子设备。要知道，中国空军所要面对的电子战对手是美国、日本这样的高技术国家，可不是像美国一样压制一下伊拉克那么简单。除了歼20、歼10D 也是一个很好的电子战平台，后者挂载能力强，可以同时携带多个不同波段的干扰吊舱。余下的挂架还可以继续使用空空导弹和反辐射导弹，综合性能不弱于美制 EA-18G 咆哮大黄蜂。显然，一名机组人员将无法应对不断扩大的任务范围，而电子战只是其中一项，其次就是隐身战机和无人机的协同作战。如果说前座飞行员还能参与一下电子战的环节，而操控无人机则基本没有可能忙得过来了。中国专家指出，双座版本的歼20上，位于驾驶舱前部的飞行员将专注于控制飞机，而位于后部的飞行员则负责管理武器，包括电子战以及与无人机的数据交换系统。在空战和对地攻击行动中，无人驾驶飞机群可能会成为吸引敌机的诱饵，使得敌机无法准确判定母机的位置。同时，与歼20交换数据的无人机可以进行侦察和打击，包括针对敌方的防空系统，这样歼20本身就不需要携带对地攻击导弹，仅指挥无人机群进行攻击即可。中国生产的歼20数量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但也是中国彻底保密的。但是据中国专家称，解放军空军至少需要400架第5代战斗机，其中包括双座版本。此刻中国的国防方向包括了东海、台海峡、南海等等，几乎已经没有所谓的重点方向了。这也对歼20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它不能仅像 F2 一样做一款纯粹的空优战机，也不能像 F35专注于对地攻击。歼20需要综合完成空防、对地对海打击、电子战、无人机协同等任务，所以发展双座版是中国空军最好的选择。也难怪有俄罗斯网友评论道：中国人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